正所谓人当杀人，佛当杀佛，现在的我就是这样。虽然我们上期视频呢被逆狮王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但是问题很大吗？现在除了逆狮王可以打败我，请问还有谁能够打败我？兄弟们，今天呢咱们继续挑战黑幕的分身。如果运气够好的话，遇到灾厄领主或者是尸体303，亦或者是闹，我们其实也可以 battle 一下。看到了吧，我现在解决一个连影只需要20秒钟，你敢信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有时候都不信啊，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。学习了2刀流之后，我的技术呢明显得到大幅度提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蛇刃。之前的这个蛇刃在我家门口真的是烦死我了，只要我回家，他都在门口等待时机准备揍我。所以当时呢我也是耍了一个小聪明，直接把他引到了峡谷底下。今天我再次跳入峡谷，你们就看看今天我怎么收拾这个蛇刃。废话不多说，先喝一瓶夜视药水。蛇刃的血条呢也是红色的，我感觉这个家伙应该不是特别厉害。可是我之前也确实是被他哐暴揍，所以这场战斗呢我也不能太大意。镜头一转，我们直接挑战蛇刃。蛇刃的进攻方式呢多少是有点牛掰了啊！手持一把大黑刀，还能使用黑曜石机枪，该说不说，进攻方式还挺花里胡哨。我去，我把他秒了，兄弟们！这蛇刃就这个实力吗？这大战还没有1分钟，我居然把他给秒了！现在的我是越挫越勇啊！继续在野外探索，寻找新的目标。这次呢，你们看我遇到了谁？黑姆分身。这个家伙我记得好像以前是不是打过呀？也不是很强，并没有什么挑战性。所以这个家伙呢，我们直接略过。镜头一转，来到热带雨林。之前呢，就有好多粉丝呼吁我去打一下芥末吧，求求你的技术一哥。其实真不是我不打，兄弟们，是我真的打不过芥末。这个芥末呢，看起来挺弱，其实他真的一点都不强。但是你就是打不着他，你说气人不？后期呢，又有粉丝告诉我，好像这个芥末呢，你打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会召唤铁傀儡。当然不只是铁傀儡啊，这芥末呢，它会召唤很多傀儡，各种各样的傀儡。可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足足磨了有5分钟，也没看到芥末给我召唤一个傀儡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一气之下呢，我就离开了。然而这一离开不要紧，兄弟们注意我的头顶，实体303。黑幕的各个分身呢，几乎都被我打遍了，好像也只差这些实体303的什么没有挑战过了吧？正如我视频开头所说的，遇到实体303，咱们必须要挑战一下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看看这个龟孙它藏在哪里。实体303啊，血条呈白色，猛一看这个家伙肯定就不简单。我去，幸好我及时回头啊，差点被这个家伙背后偷袭。那就来吧，嗑上一颗金苹果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这一战注定载入史册。支持我的兄弟们，咱们弹幕扣个6，好吧？今天呢，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技术一哥是如何战胜实体303的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我没看错吧？我全身上下背包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我的胸甲、我的武器，全都没了。咱就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为什么303一爆炸我没有死，但是我的装备和武器还有所有的物品都没了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体303到底是死还是没死啊？这个结局我真的是没法接受啊！我忽然想吟诗一首：挑战实体303，怎奈实力不一般，仅仅大战5秒钟，装备武器全都空，一声爆炸凭力气，只剩凌乱的自己。我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这个游戏还能玩吗？实体303咱先不说他实力怎么样，就这一招让我装备武器全都没，简直是把我整傻了。所以这一波老王必须理赔啊！当然了，下界合金装备我没有要啊，我还是整了一身纯钻装备。理赔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来说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战神之刃。之前我不是说这把战神之刃是双持武器吗？其实呢，我们拿在右手按下端键，再点一下右键就可以切换单手战神之刃。切换成单手之后，我拿在副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配合我的禅使者来使用了。简单测验了几下啊，果然是威力不同凡响，比我之前的合金弯刀呢肯定是要厉害。那么咱就说重启战神之刃必须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带上战神之刃我就出门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时候兄弟们注意一下我的副手。之前我不是说过，要想召唤史蒂夫需要9块下界合金嘛？所以呢，这次出门我也带了一把剪刀，搞点羊毛，准备去下界炸一下远古残骸。搞完羊毛之后呢，我也没有打架，我就拿出面包呢，吃了几块面包。注意了啊，兄弟们，注意我的副手，面包刚刚吃完，副手的战神之刃它就消失了。说实话，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发现。看了一眼地图之后呢，我还继续往前走。当我走到这个小上坡的时候，看到前方有一个芥末释放的铁傀儡，我就想着这时候测试一下我的战神之刃是不是刚刚好。就在这时，我大刀一挥出，我一看，副手的战神之刃居然消失了。
这种情况谁遇到过？赶紧帮我解释一下。当时我是没法解释啊，只能再找老王理赔了。战神之刃重新获得，前面的傀儡呢，我们还是要干一下。就这样切换成单手武器之后，我们还是放在副手。接下来看一看这两把武器搭配，它的威力将会是怎样的。直接起跳砍下去，没砍到，再补一刀，好像战神之刃没使上威力。再来一刀，直接拿下，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呀。然而这个时候你们再注意了，兄弟们，我又拿起了刚才的面包，我又吃了一口。当时我是整个人都傻了，兄弟们啊！然后我整整愣了5秒钟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战神之刃居然觉醒了，你敢信？攻击伤害直接干到了52，攻速直接达到了5.3。难道吃面包就是觉醒战神之刃的方法吗？哎，那也不对呀。刚才我同样也是放在副手，为什么吃下面包之后战神之刃却消失了呢？这次我们虽然是觉醒了战神之刃，但是我为什么失明了呢？种种问题一下子全都抛了出来。正当我沉浸在各种疑问中，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时候，忽然我的失明效果就没了。这失明一没，哎，我才想起来高兴，因为我得到了绝世武器啊！咱先不说怎么着吧，可是我刚刚高兴没2秒，我眼前又黑了，然后紧接着又亮了。我高兴的跳了一下，然后我的眼前又黑了。我去，玩我呢！紧接着这个时候，战神之刃忽然从我的副手一下子移到我的物品栏第一格，忽然又一下子变成了正常的战神之刃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这有点烧 CPU 啊！这短短1分钟发生了太多转变了吧？这个时候呢，你们可能也会发现，我刚才物品栏第一格的面包也消失了。切换成单手之后，我再次拿到了副手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兄弟们啊！紧接着你们再看，一波小加速之后，我的战神之刃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看到了吧，又消失了。咱们这期视频呢，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这把战神之刃到底还能不能用？如果不能使用战神之刃，这还叫什么烦人的村民呀？所以咱们知道的兄弟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呢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